93大阅兵刚结束，习近平想要的高光时刻却彻底翻车。阅兵后，军中爆出肃清流毒，直指习本人，甚至有人开始公开谈军队国家化，这等于松动了习最核心的党指挥枪原则。与此同时，地方出现冷遇，习家军高层被晾在一边，而反习派更放话，习近平时代已进入垃圾时间。台上还坐着，但实权已经被架空。四中全会在即，习还能强行反击，还是会被软性架空，甚至被迫提前下台。93大阅兵原本是习近平想要的三重奏：稳住军心，强调军队效忠于党，煽动民族情绪，强化内部凝聚，对外发信号，特别针对台湾和西方，展示中国的硬实力。但结果适得其反，阅兵的焦点迅速转移到肃清流毒是否针对习本人。这场原本属于习的胜利秀，反而变成一个凸显权力衰落的放大镜。前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9月9号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，军中最近展开的肃清流毒运动方向已经很明确，就是直指习近平。姚成指出，一开始肃清流毒时，不知道是肃清谁，因为没点名，大家都认为是肃清苗华，但他认为苗华的流毒根本谈不上，流毒主要是贯穿军队的建设方向性问题。他分析，现在的矛头是指向了习近平。首先，军队的政治学习过去都是强调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负责制，习近平的强军思想。实际上，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就是围绕着打仗、军舰，像下饺子那么多，弄些核武器，与世界为敌，把军队置之于死地，四面楚歌。本来军队就不愿打仗，现在弄得跟全世界为敌，特别是跟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为敌，你怎么能打得赢呢？造成中国被世界孤立。现在军中各级的政工干部不敢公开说，就在政治学习时淡化了这些说法，而且政治学习大幅减少。再有，现在党媒和军报已经下架军委主席负责制和习近平强军思想。姚成表示，之前无论是江泽民时代、胡温时代，或是习近平时代，高阶将领时不时都会出来强调，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思想。习近平在军队立了规矩，谁要提出军队国家化就抓起来，马上扣上一个反党的大帽子，严重的就进牢房判刑。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，原空军上将刘亚洲，就是因为鼓吹军队国家化思想而被习近平抓捕，并被重判。但是在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后，习近平失去了军中的支持，中共军报、解放军报等就没有再反对军队国家化。姚成指出，带头谈军队国家化的是前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，最近被张又侠请出山的刘源，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。当然，共产党不会实行标准的军队国家化，真正标准的军队国家化，只有在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下才能得以执行。但是中共军队可能会搞一个中国特色版本的军队国家化。姚成在国内网际网络上打过军队国家化的字样，没有被屏蔽或警告。他指出，现在军中的弟兄们在群里都在聊军队国家化，因为习近平上台这10几年来，把军队搞得痛苦不堪，军队不想再受中共党内政治因素的左右，不想让习近平过多的干涉军队事务，这已成为张又侠主导的军中共识。军队国家化现在可以公开谈论，等于松动了习近平最核心的党指挥枪原则。姚成观察到，下半年这2-3个月以来，中共军队没有组织大型的军演，就连稍微有点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是比较低调的。特别是大阅兵以后这几天，中非海上对抗也缓和下来。此前南海的仁爱礁成为中非交锋的焦点，现在中共处理手法柔和了一点，055、052等军舰基本上都回家了，只是让海警部队在那儿阻挡。据姚成的军中兄弟说，近日菲律宾有一条运送物资的船送上去了，依照以往的做法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还有一个更标志性的事情就是，大阅兵前，中共调了一条拖船，停在距离仁爱礁5海里处，准备动手把菲律宾的坐滩舰马德雷山号拖走，但现在放弃了。
这跟不进行军演一样，都是为了避免和外国军队造成擦枪走火。前2天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条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，中国的军舰也是尾随其后，并没有什么挑衅动作。过去中共的做法可不同，动作都是很粗鲁的，从前面斜切过去，靠得很近，但现在没有了，随它过去。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中共的飞机、军舰过去有1/3故意突破台湾与大陆的中间线，现在已很少突破中间线。原因很简单，习近平为了手中的权力想打仗，但军队不想打仗，不给习近平借擦枪走火发动战争的机会。说白了，军队在跟习近平的意愿对着干。中共4中全会之前，中共内部各个派系的斗争，军队的立场成为重中之重。习近平还能不能在军队抓住权力，彰显自己的存在？看来一点戏都没有了，因为军方在冷处理习的冒险冲动。自媒体人、小说家9号在节目中说，他接获了反习派的爆料。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在中共4中全会下台，爆料说还是要根据上面是否要给他一个体面，具体决策还是根据上面的决定为主，不到最后关键一刻是不可能外放出来最终的决定的。小说家分析说，言外之意，中共元老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掌控全局，习近平下台大局已定，只不过是什么时间的问题。中共正式进入后习时代，也就是说，习近平做决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现在中共的时局已经不是由习近平说了算，习近平现在要考虑的是自己是体面的下台还是被赶下台。同时，习近平的下台不是一个人的下台，而是一个势力的下台，包括他的众多的马仔都得下台。这个爆料更是引爆舆论，胡锦涛、张又侠、温家宝、汪洋等反习派已联手控盘。小说家甚至直言，习近平时代进入垃圾时间。垃圾时间原是篮球术语，一直比赛胜负已定，剩下只是消耗时间。放在政治上，就是习虽然还坐在台上，但实权正被架空。大阅兵后，中共前党魁胡锦涛的团派重要人物沈月月亲赴四川，动作相当引人注目。据四川日报报道，9月4号至7号，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专题研究课题组来到四川，围绕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主题开展调研。调研组认为，要学深悟透习近平重要讲话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既没有表态要执行习核心的2个确立，又没有坚决做到2个维护，用的是学深悟透习近平的讲话，全部是在维护中共党内表面团结上团派的标准用词。而接待沈月月的是四川省副省长黄瑞雪和省政协副主席杜和平，四川省的1、2把手，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、省长施小林均未露面。据悉，王晓辉长期任职中共中宣部，是习家军黄坤明的下属。黄坤明于2017年至2022年间任中宣部部长，而四川省长施小林是习近平的核心成员丁薛祥的红颜知己。这一冷场被视为地方层面胡温派系与习家军当场过招的信号。换句话说，反习派已经在地方层面跟习的人马对垒。所有的暗流都在汇聚到即将召开的4中全会。这场会议可能成为决定习近平能否继续掌权的关键节点。对习而言，如果不能稳住军队与地方，他可能沦为看守总书记。对反习派而言，军队降温、阅兵冷场、地方冷遇，都是在为4中全会前的大动作铺垫。中共政局接下来可能会有3个走向，首先是强行反击，孤注一掷，习或许会利用纪检政法系统再先清洗，甚至动用军中死忠派来稳局，但风险极大，一旦失败，可能全面崩盘。其次，被软性架空，留位不留权，习仍坐在台上，但重大决策交由常委集体定夺，他变成吉祥物，党内实际权力回到集体领导时代。
最后是权力重组，后习时代提前启动。如果反习派在4中全会突破，将推出过渡班子，胡锦涛、张又侠等老人势力配合团派，既能安抚党内，又能修补中美关系。从军中肃清流毒到地方冷遇沈月月，从大阅兵的尴尬效果到4中全会的逼近，一切迹象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习近平的时代真的可能要进入垃圾时间。观众朋友，您怎么看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